这款2G 傻扎比终于做完了，太好看了。遥想这款套件的开箱还是在5年前，横跨5年的时间，相比全新的状态，这款套件也是有发生了一些变化。会发现盾牌内部的浅红色电镀漆面颜色似乎是有变淡了一些。4年前啊，我有给黄色的零件上了田宫电镀金的喷漆，这些金色有了些许的褪色，但也有可能是当时的喷涂没覆盖到位。近期啊，我给装甲表面上了水贴，会发现有比较明显的稀释掉色，用的是 EVO 品牌的 2G 傻扎比水贴，水贴软化剂是军事品牌的，但倒也是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原因造成了这个问题。5年后再拆开脚部，会发现脚踝处的银色铝箔贴纸翘边了，只好换为马克笔补色。提供的银色铝箔贴纸是有一些透明区域的，对这些混搭的贴纸我都做了切割，只贴了银色的部分，让其完全适配装甲结构。胸甲两侧的贴纸也有类似的缺陷，只好换用马克笔补色。虽然有一番波折，但在电镀漆面的加持下，最终的完成还是很漂亮的。回到4年前刚开始拼装骨架的阶段，黄色分件本身是塑料的橙金色，质感还行啊，但与高贵的电镀红相比还是差了不少。当时呢，我就是选用了田宫电镀金的喷罐，上了一下颜色。这就是5年前做好的骨架了。整个骨架基本全部都是拼装而成的，一体成型的零件非常少。似乎啊，这款傻扎比就是 2G 系列开始走向下一个阶段的重要里程碑。完成后的感受呢，就是每一处都很紧实，骨架看起来也不再是那种功能性的框架外观，有着一定量的内构机械表现。电镀红的头部驾驶舱有做出外壳结构和入口，颈部到胸口的动力管是一体的，没有做分色。骨架在没有外甲包裹的情况下，能看到各处更明显的联动，可动性是非常优秀的，好看又好玩啊！即便是要做出蹲姿，也是很轻松自然的。5年后再次开始制作啊，就要开始给骨架包裹外甲了。会发现红色电镀漆面的零件内部也是同一色相的成型色。我是2刀流的处理方法啊，视觉效果上能看到水口，但我还是可以接受的，还算看得过去。配合这次制作，我购买了 EVO 品牌的水贴，他们家的星级翁标志是暗金色的，比较搭调。但在水贴粘贴的过程中啊，电镀的透明红漆面稍微有点渗到了水贴上。前面也说过这个问题了，有知道原因的小伙伴可以帮忙解析一下。后续我多次薄喷了一下军事的 UV 光泽保护漆，总体喷完保护漆以后，质感被统一温润了不少，感觉是稍微好看了一些啊。我不安的内心稍微得到了一点平复。这样啊，就是喷好保护漆的各个部位组件了，就等着全部组合在一起了。这5年啊，我们家也是由于我的工作变动，由奢入俭，重新搬进了另一个城市的出租屋，再到换了新家，再搬家，今年呢又生了孩子，经历了不少的事情啊。一切尘埃落定以后，再次返回来制作这款傻扎比，我是很开心的。这样就安装完成了。话不多说，我们来玩赏一下。整体高度和 HGUC 新生78对比高了不少，包含天线大约是18厘米高左右。造型上，起伏的弧面更有锐利感，在我看来就像是一台蓄势待发的跑车。虽然 2G 傻扎比是有做了不少机械结构的外露展现的，甚至看起来多的有点碎啊。相对来说，我还是更喜欢偏 MG 傻扎比那种板正一些、工业感一些的风格。但 2G 的这款总体来说也是另一种好看的感觉。玩赏到上半身的躯干部分，这个身体啊比例相对小了一些，让肩胛乃至四肢显得更加巨大，看起来更灵活。头部上下盖板都可以展开，露出内部的监视器和驾驶舱门。头部监视器上下构造都是透明件，加灯改造应该是方便了不少。胸腔和腰部有着2段的前倾可动，左右侧摆利用的是下面的胯部关节，会联动裙甲一起动。肩部关节可以向前拉伸，拉出来增加可动范围。肩胛前部可以向上翻起，不对称样式的肩胛后部也可以向上翻起。肩胛外沿轻微上翻的同时，末端装甲可做外拉展开，抽拉都有清脆的咔嗒声。来到手臂，各处给了不少功能性机构。大臂的外甲盖板打开后，可以拉伸1小格的长度，再按回外甲盖板进行固定。这个拉伸的长度很短，聊胜于无吧。手肘部分在包裹了外甲以后，弯曲联动机构也能有所展现，从装甲里逐渐展开内构，很好看。小臂的腕甲盖板可以拉出，把内部的手臂拉出以后，
腕甲就可以再次关上固定了。固定好后的小臂横向受力是不会有转动的，非常牢固，但纵向转动留有一段关节，手感很紧实。再配合造型手的额外转轴关节，就能做出一个手臂和光束步枪完全平行的姿势了。而且从外部看，这个动作非常的自然。总之是提供了不少的自由度啊，而且美观。额外提一下，这里我用了金属镊子来摆弄内构，夹了几次之后就有了磨损嘛。我脑子一热，用剪钳一修啊，它这个内构是个硬胶材质，还切不干净，就变糟糕了。不过呢，幸好这里平时不太容易看到。再看到裙甲的部分，会注意到前裙甲左侧有个小小的 CD 字母标志，原厂的胶贴和另购的水贴都提供了大号的 CD 原始造型标志。一查才知道，这个 CD 就是卡斯瓦鲁戴坤夏雅本名的简写。学到了。侧裙甲有一个嘎嘣脆的展开机构，但有些紧。后裙甲的普通状态看起来就已经层次丰富了，并且还有一段展开效果。展开后就能隐约看到内部的更多结构。同时，胯下的前部装甲也可以微微展开，能给上半身的转动留出空间。把玩起来，前裙甲可以轻微外拉一点，给予更多的可动空间。侧裙甲也是一样，对应的腿部侧踢就可以达到一个完美的垂直角度。看似可动很多的机构，但把玩体验其实并不好。骨架和装甲的连接是个 C 扣，随便动一下就容易脱落了。我的左侧 C 扣已经有白痕了，侧裙甲外拉出来就会松，同时裙甲骨架又可以整体向后转动，配合底部装甲的解锁，使得大腿根部可以向前滑动，并且整个根部滑动两侧可以前后翼位进行设置，所以整个傻扎比就可以做出一个流畅的抬腿姿势了。确实啊，这个腰部裙甲给了不少功能，但倒也不太适合把玩，我是不敢再多玩了，怕坏了。继续玩赏，下半身有着非常夸张的厚重装甲感，这么厚也是为了容纳更多的引擎喷口。米加粒子炮的动力管外部各处的喷口都有分件分色，喷了金色以后效果就更好了，甚至裆部的喷口也是非常精致。但是肩甲侧面、裙甲侧面、腿甲的内侧喷口则是没有做额外分色的。屈膝可动角度大概有个120度吧，算是够用了，但整个膝关节的内构联动造型不是很好看，破碎而且不连贯。侧小腿甲可以抬起展开，露出一点内构，前小腿甲也能向前拉伸展开，增加可动。但就算是收纳形态收窄了轮廓，某些动作或者角度，脚踝部位还是会看起来有些空洞。脚部的整个前脚掌可以上下翻动，前脚尖也是可以进行一点造型的，而后脚跟的翻转感觉也能增加一点接地性。身后的背包看起来极具张力，工业感很强的同时又是一种延伸感，很帅。背包两侧的装甲能够展开，中间的装甲向上翻开后，下方的喷口也可以随之联动。整个背后的结构乍一看倒是有点星战飞船的风味啊。浮游炮基座后部的装甲可以拉动，但是我这个不知道为啥没有联动起来。总之全部展开是这样的，挺帅啊。每一个浮游炮都是安插在基座之上的，从后部推动浮游炮内构，这里真的很紧张，怕一失手就弄坏了。机枪炮管推出的同时，4片机翼也会联动展开，确实是很好玩的结构，但我肯定不会再去玩了，怕弄坏。最后看到本体之外的武器配件，光束步枪外部有黑灰分色，设计语言很方正，和傻扎比本体的风格差异很大。几个镂空部位露出了内部的红色电镀结构，前护木可做前后上膛的动作，弹匣可以取下，但没做内部结构啊。后握把可做小幅度的角度变动，盾牌的正面层次丰富好看，而另一侧内部则是省略了分色。手腕处的光束剑柄只是一个装饰，套件额外提供了2根完整的剑柄，可以插上对应的特效键，而光束战斧则支持搭配出多种的造型，平时可以收纳于盾牌的中部，也可以搭配光束剑刃的特效键，外加2个侧面斧刃，做出一个握持的激发效果。侧面斧刃的特效键同时还有一个高出力的造型，在盾牌末端也有对应的安装卡榫，搭配好就能做出一个盾斧的动作了，并且这次的光刃特效键还有额外的荧光照射发亮玩法。说明书里提到支架连接键支持2种支架，我选择了灰色的2号动作支架，但配合上插头零件
两段的高度啊，视觉上我觉得有点突兀，但直接安装又会松。这里我用了生料带，缠绕了一下，紧实了一些，应该可以用了啊。接着给傻扎比的胯部末端这么一装，配合上支架和刚才提到的光束键，就可以做出华丽的战斗姿态了。不过我们家对于特效键总会觉得有点玩具感，显得廉价。之后呢，也是陆续摆了不少的动作啊。这款傻扎比本体无论是外观的耐看性，还是把玩的紧实度，都非常经得起考验。除了我越玩越松的那个裙甲，其他几乎完美。但也会发现，整个傻扎比是一个下盘更重的轮廓观感，尤其是适度爆甲之后，全身轮廓宛如一座巨型的堡垒啊，很震撼。所以我感觉可能这么一个朴素的站姿，反而就是最适合傻扎比的造型了。总之啊，很优秀，越玩越喜欢了。